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史力仔。我之前有发一个动态征集了大家对于我们的一些问题，今天看了一下，大概刚好是有56个问题，差不多是50问了。之前有说了，这一次的提问是有问必答的，所以今天就把所有的问题都一次性回答一遍。首先，第一个问题有点奇怪，是说史力仔有被小段弄哭过吗？我印象中应该就是不算有过哈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少会为自己的事情哭的人，我一般只有在看电影啊，或者是看动漫，就是为别人的事情感动哭。倒是他跟我吵这个架的时候，你就要说吗？怎么啦？这个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啊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。哎，你以为你可以藏多久啊？虽然他很不愿意承认，但是他跟我吵架的时候倒是哭过好多次。因为可能我平时有时候严肃起来比较凶，他一哭我就会容易心软，然后我就不会再说他什么。我不是很爱哭，只是我眼窝子比较浅而已。第二个问题还是躲不过，这个人问的是多久一次，一次多久？首先想说的是，其实我们对于这方面要求真的没有特别的高，所以现在目前大概就是1周一次左右，一次多久，也就是正常的时间，前后加起来1个小时左右。因为坦白的讲哈，我本人功夫并不是很好，就快1个小时左右嘛。我说前后加起来。第三个问题说的是你们真的是开放式关系吗？你们怎么看待开放式关系？首先我想讲的，我觉得大部分人他其实不是很懂什么叫真的开放关系，因为就好像生活中有一些情况是两个人在一起已经时间长了，他们对于彼此已经没有那么有那方面的吸引力了，所以他们就开始各玩各的。这种其实不叫开放关系，它只叫搭伙过日子而已。还有一种，其中一个人比较老实，另一个人比较爱玩，那这个老实的人他就默许那个爱玩的人可以在背后，只要不让他知道就可以自己去玩，也不要在他面前提起这些东西。这个也不叫开放关系，这个只是一方面的一个人在单方面的偷吃而已。所以就可能大家对这个的误解还蛮深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可能得单独来回答一下这一些。想知道开放关系对二人的重要性啊？开放关系对二人有什么重要的？没有什么重要的呀。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可选项啊，你没有也完全不影响的。很多人都希望另一半对自己全心全意这就是一个误解的点啊，这就是一个误解的点，就是你们觉得开放关系就代表这一个人对你已经不是全心全意了，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冲突的，好吧？这个是不冲突的。你们想的那种是你可以自己在外面随便跟别的人发展感情，那这个不叫开放关系，这个叫你出轨，好吗？开放关系怎么保持不变心？我觉得开放关系真的很难变心，反而是那种传统关系很容易变心，就是因为我忍着呀，我一直忍着，所以我就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啊，我就更想去跟别人发展一下感情了。可是开放关系就是我不需要你忍啊，你去啊。但是你发展了一下之后，也不是说发展啊，就是你稍微了解了另一个人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他其实有很多点是你不喜欢的，比方说他喜欢刷抖音，比方说他用酷狗音乐听歌，还有比方说他抽烟，或者是他经常混迹于各种酒吧，然后待到凌晨5点才出来啊，那这种就是根本就不适合啊，所以就根本就不会变心。你反而，如果你对一个人没有足够的了解的话，你们俩中间总是隔着一层纱，总是隔着一层纱，你才会觉得啊，对面这个人好像真的很美好，我真的很想去尝试一下，我真的觉得他现在看起来比我现在的原配要更加美好一点。那要是有很多点你都喜欢的，目前还没有碰到过这种人哈，我就想跟你们说，请问你们觉得找男朋友难不难？我相信你们所有人都会回答我说很难，对不对？没有人觉得说啊，我随便碰到一个人，他就可以做我男朋友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小段出去随便碰到一个人，就会碰到一个他很多点都喜欢的人呢？根本就不会。他花了25年，不对，他花了26年，他花了26年才碰到我，他凭什么随便花个1-2年就可以碰到一个比我更适合他的人呢？对吧？你要找一个能跟你过日子的，能跟你就是上床的，当然不难了。但是你要找
找的是一个能跟你过一辈子的男朋友，我问你难不难，你如果回答我不难，那我只能跟你说，你这个人你可能没有，就是把他看得很清楚。下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这个问题其实已经问过很多次了，因为我本来是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有意思，所以我想让它画成漫画，但是我估计可能直到我过期的那一天，这个漫画也不会出来，所以我就在这里我就直接讲了。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对于彼此的印象还是蛮有差别的。他是说他对我是一见钟情的那种，但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是非常差。这个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？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在软件上面就有聊过，但是一直没有见上面。第一次见面是我组了一个密室的局，当时叫了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刚好也是他的一个同事，他的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就把他也一起给带过来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人我约了好几次都没有出来见我，反而这一次朋友一叫他就过来跟我一起玩密室了，我都要见识一下到底是一个多么高贵的人。而且我一开始觉得他有点照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的照片有点好看的不真实，在软件上粉丝没有达到照片的数量，所以就让我有一点怀疑。结果我们去到那个密室的时候，因为我是组这个局的人嘛，就有很多互相可能他们都不是很认识，但是只认识我了，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场面只靠我一个人 hold 住嘛。我就跟大家说让大家提早一点到，大概8点10分的样子，因为我们需要提前换装再走进那个密室。密室是8点20分开始的，这个人他是大概8点半之后才到了，手里还提着一袋外带的麦当劳。当时我是坐在一个长桌的刚好一端，他进来之后刚好坐在我的对面。进来之后坐下来，第一句话就是说我能不能吃完再进去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。当时是在缓解尴尬，当时没有人认识你，好吗？没有人知道你讲这个话到底是认真在讲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我觉得这个人就很无理，对他的印象就非常差。但是后来他还是有主动约我出来看电影啊什么的，我们慢慢聊天才缓解了这一次的尴尬了。反正我们第一次对于彼此的印象还挺不一样的。还有一个问题是说，对于彼此最欣赏的一点是什么？这个其实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也稍微有讲到。我比较欣赏他的一点，他比较专注，可以专心的去做一个事情。那他，你说是怎么来着？你比较外向啊，我就很喜欢这种能 hold 住场面的人。表演型人格。他说我是表演型人格。当时我为什么能看上他，也是因为当时我们后来去他家玩那个阿瓦隆，然后他就一个人在 hold 场面，然后讲嘛，就还挺帅的。对方让你做过最生气的事情是什么？其实我已经想不起来最生气的时候是什么。反正总之他这个人忘性比较大，我的记性特别好，所以每次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，然后他忘记的时候，我就会很生气。只能说就是有的时候吧，我们吵架呢是在外面吵，他完全不会顾及当时的场景，不管是在餐厅啊，还是在路上，还是在公交车里，他的说话声音都巨大，我就会比较尴尬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把我惹生气了啊？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吵架的人。我最喜欢在公共场合吵架了。你现在先别生气，我在讲我的事情。所以就是，但是他现在就好很多了，就是也会控制自己。现在你在公共场合惹我生气，我还是会跟你吵的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刚考完研，想玩个游戏放松一下，有没有什么 PC 上的单机游戏推荐？那你要问我的推荐肯定就是《奇异人生》，《奇异人生》第一部，第二部可以不用玩。我觉得对我的人生影响还蛮大的一个剧情上的游戏。其他的主机上的，我比较喜欢剧情类的，就像底特律变人啊这些，我觉得都是可以玩一玩。然后这个人还问了一个问题，说在游戏公司工作的氛围怎么样？我自己以后大概率会当程序员，挺想进游戏公司。我其实认识很多朋友都是程序员，包括我的前任也是程序员，然后他的一开始带我们认识的那个朋友也是一个程序员。我觉得游戏公司其他的我不太了解，好像其他公司挺加班什么的挺严重的，但是网易就还好。
这个职业的通讯录比例其实不低啊，我真的认识很多朋友都是程序员，而且我还挺喜欢程序员的，因为就是有一点反差，你又可以做理工科的东西，然后你是 gay 啊，你又比较了解文学方面的东西。下一个问题，会互相吃吗？那我们平时不互相吃，我们还干嘛？我不懂这个什么意思。情侣不都是互相吃吗？39度的小段用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没用，不好意思，没用，不太知道。再下一个问题是最棒的一次性生活，是在西安那次，又是西安那次。我们彼此最棒的性生活应该都不是跟对方，就我们2个人讲白了，其实功夫都还蛮一般的。你要问我的话，我记得是跟一个已经结婚了的，我跟你说过，就是一个有点类似于直男，过着直男日子的一个人，当时只是一次约炮而已，那一次让我记忆蛮深刻的。小段喜欢史迪仔翻唱日语歌吗？这什么问题啊？就喜欢听他唱我喜欢的歌啊。反正我觉得他对于我的一些喜好是完全无感的，就比方说我在跳舞的时候，或者是我在唱一些我自己喜欢的歌的时候，他是完全 get 不到的。还有一个附加题是史迪仔喜不喜欢 Red Wings， 他们组合是这么念吗？我知道他们组合，你的名字那个组合对不对？我还蛮喜欢他们几首歌的啊，天气之子啊那首我也很喜欢。愛に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あるかい？那一种。下一个问题是圣诞夜的晚上怎么度过的？我们一起去了朋友家，我玩了一些小游戏，做了一下礼物交换的一个环节，他交换到的是我的礼物。下一个问题是尺寸，这个东西其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过，你的食指跟你的拇指中间连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长度，大概就是我们男生的一个长度，可以试一下。我大概就是蛮准的。下一个问题是大学生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经历？其实我的大学生活整体来说还蛮灰暗的，因为没有认识什么朋友，经历了大部分也都是一些不是很好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在社团的选择这一方面真的还蛮重要的，甚至有可能会影响你之后的一些职业上的一些发展。我觉得你社团的、你大学的经历也可以单独出一期。我大学经历确实很丰富，但是很多都是不是很好的经历。我觉得里面最有趣的一个经历，应该就是我大4的时候去了一次日本，在那边待了10天。我觉得这个如果算进我的大学经历的，那确实算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经历了，因为是公费去的，什么事情都不用我计划，住的酒店、吃的全部都是最豪华的，因为是中日友好协会做的一个活动。我最后还代表了我们那一车的中国人在那里发表了演讲，中日双语的演讲，还登上了日本电视台呢。对，还上了日本的电视台，但是不是那一次，上日本电视台是另一次，而且是人生中包括认识我之后最开心的一次。下一题是想看你们18岁时候的照片，并且评价一下当时的对方。这个我们今天特意找出来了。我的18岁的照片大概是这样子的，你评价一下。这个照片我当时还穿着白景黑紫的那个痛衫，就真的很2次元啊。他的18岁的照片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只能说哈，这种长度的头发我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的，哪怕是彭于晏留这种头发我也是不 OK 的。下一个问题，有没有旅游很想去的地方，或者去过觉得非常好玩的地方？我觉得云南应该算是我去过的国内目前最好玩的一个地方，可能是因为它跟城市的风景很不一样，所以你去到那里你会觉得很新鲜，你会觉得周围的景就是随便一看过去都会让你觉得心旷神怡。难道不是因为人吗？不只是因为人啊，它的景色真的让人心里面很舒服啊。对于我来说，还是重点是跟谁去，好吧。歌单和书单，我的歌单基本上都 K-pop 了，现在他的歌单就什么东西都有。我的歌单现在大多数就是音乐剧和老友记的一些歌单。然后书单这边的话，我其实看的书确实不多哈，但是我推荐大家看那个柴静的那个《看见》，我觉得对我的整个观念的影响还蛮大的。
有想过直播打双人游戏吗？目前暂时没有，因为我们上次试过，连那个设备确实有点麻烦，不会弄。以后研究清楚了再说。下一题，和万万成是怎么认识的？万万成是我们的邻居，有一次大家邻居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就认识了。我有一次就一起去了海陵岛，他还拍了一个 vlog。下一题，你们中的一个人或两个人遇见新的喜欢的对象怎么处理？遇见新的喜欢的对象吗？喜欢的对象，看我多喜欢哦，就可以好好玩一玩。下一题是最希望对方学会的一项技能，我希望他能够记事。其实我也不希望啦，因为他不擅长的东西正好都是我很擅长的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说希望他会，他会了之后他就不需要我了呀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而且我最希望他会的技能，他其实已经会了，画画，我很喜欢看色图，虽然一张都没画过。也不是一张都没有画过。那你最希望我学会什么？顾家。顾家？难道我现在不会吗？那就没有了呀，你可以在这个技能上更精进一些啊。你应该希望我学会做菜了。可是你只想吃香菜啊，我想吃的菜你又不会做。下一题，有没有想要掐死对方的时候？原因是什么？这问题也太奇怪了。就跟刚刚那个吵架的有一点像嘛。想掐死他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他忘记事情，然后觉得一脸不在乎的时候。你们对彼此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给我买 PS5。你好物质啊！怎么了？那我印象最深肯定不是你送我手机，但这应该归类前3。也没有，完全我给你买手机，这不算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啊。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我们认识的时候，然后他突然过来接我下班吧，就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，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 surprise 的人，但他后来有讲过他很不喜欢 surprise。我印象中2次，一次是这个，还有一次就是我生日的时候，他叫了一群人在我家，然后布置生日的场景嘛，就打气球啊什么的，他没跟我讲，然后晚上我们就在楼下吃东西，先吃饭，吃着吃着，他突然说他就是肚子疼，他想要回家上厕所，他不想在外面上厕所。我说那行吧，然后我们就把一堆东西就打包，因为他点了很多，因为他平时也喜欢点很多，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很奇怪。但是最奇怪的一点呢，是他说他肚子疼很急，但是呢，他跑到旁边的便利店去买了一板酸奶。我想说，你不是拉肚子吗？怎么会有时间还要去买酸奶？而且是买了一板。我有买酸的了。对啊，就是买了一板酸奶那么多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这不就是家里有人吗？哪有没家？我就基本上已经猜到家里肯定是有人了，因为你一个人买1瓶就可以了，为什么买一板？最搞笑的是他在门口准备开门的时候，他还在那里猛咳嗽，我就想说，我哪有猛咳嗽？我就想说不用这么暗示了，我都已经知道里面有人了，就很搞笑。但是我我印象还蛮深刻啊，就我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很喜欢 surprise 的一个人。下一题是明年打算去什么地方旅行？为什么？我们想去的地方大概国内哈，就还剩下新疆、内蒙古、桂林，还有杭州这几个地方没有去了，是吧？我是很想去内蒙和新疆的。对，主要是这2个地方，看有没有机会去吧，因为还是想看一些跟城市不一样的风景。下一题是你们俩谁更主动？我觉得应该还是我比较主动，大大小小事情基本上也都是我来决定，因为他很不喜欢这种，就是揽这种责任。只要我决定完了之后，如果有什么差池，责任全在我，他就很享受这个过程。我没有享受。下一题，小段到底是学美术的还是程序员？他学美术的。我怎么就是程序员了？他是角色原话。下一题，怎么社交？感觉除了软件进不去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社交。讲实话，我们这种名媛孤身一个，你他妈，我们这种孤身一个人去到一个新的城市，我觉得除了依靠软件之外，很难有其他方式能够社交到。确实，你就要先是通过软件认识若干个人，然后再通过他们的朋友去认识更多的人，基本上就是只能这样，我感觉。下一题是出柜了吗？能讲一些细节更好。我们2个是我出柜了，但是他没有，我也不是主动出柜的，我是被动出柜的。你要讲细节，其实我也可以单独出一期讲，因为比较复杂。简单来说呢，众叛亲离，这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操作。
因为这个事情也导致我后续就没有读研，没有出国，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广州打拼了。下一题是在一起多久了？明年就2年了，对，其实也不是特别久。下一题，史迪仔和小段都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同的？我是比较早，我初3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并且接纳了自己的这个身份。那他呢？他是其实早就有端倪，早就已经大概知道了，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去承认。因为我其实是，你知道，我小学就开始搜，就在百度上搜“肌肉男”这几个字了。但是因为我在北京，可能是当地的一个文化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人，也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文化，自己也一直在逃避这个事情。是来广州之后，我座位旁边的同事，他正好是一个 gay，我就发现了怎么暧昧的以及怎么确定关系的。我觉得我们确定关系用的时间特别短，就有一种怎么说，聊几天之后有一种一拍即合的感觉。反正就特别聊得来，也比较有默契吧，就是讲话互相都能够接到对方的梗，这个还挺关键的。所以确定关系还蛮快的，没有暧昧太久。下一个，精神和肉体的游离哪一个更不能接受？其实我觉得都不能接受，重点不是在于精神还是肉体，重点是在于游离。你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如果是背着我发生的，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，我觉得我都不能够接受。我觉得任何事情首先要就是坦诚，我得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最怕的永远都是那种背叛的感觉嘛。那背叛不管是精神的背叛还是肉体的背叛，我觉得都是很难让人接受的。下一个，你们的共同爱好是什么？我们自我介绍的视频也大概有讲过，我们都很喜欢玩主机游戏，都喜欢看一些美剧，尤其是情景剧。刚认识是看上了对方的什么？其实一开始就是看中对方的长相。确实，主要是因为他的胡子。下一题是2个人住一起如何避免交叉感染？没有避免，2个人都感染了。下一题，段王爷私底下是不是烟酒都来？首先，为什么段王爷这个提了一次之后，立马就大家都用起来了呢？对，确实是王爷。他是不抽烟的，不烟不酒，我不是于谦儿。他现在可以稍微喝一点点酒，他一开始是滴酒都不沾的。下一题，我可以加入这个家吗？我们虽然开放关系，但是并不搞3口之家，这2个是有区别的。再下一题，对方送过的礼物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PS5。他送我的礼物里面，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这个项链，因为是他自己手打的，上面还有刻我的生日跟名字，还有他的名字，还有他按了一个手印。虽然这个手印现在已经基本上被洗没了，反正我就还挺喜欢的，因为我平时是不是一个很喜欢戴各种挂饰啊、首饰啊什么的，我以前是从来不戴项链的，但这个项链我从来没有摘下来过。下一题是平时在家都不穿上衣的吗？他是不爱穿上衣，然后我呢是不穿裤子，比如我现在我就没有穿裤子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舒服。下一题，2个人之前有几任？他是没有，他是我的初恋，我是他初恋，真正意义上谈朋友的初恋。但是我觉得算认认真真算谈过的话，应该就有5、6、7、8任了吧，差不多5、6、7、8谈的呢。就那种几个礼拜、1个礼拜、2个礼拜的那种，我就没有算进去了。下一题，能更新快点吗？哈哈哈。能更新快点吗？我觉得这个我要讲一下，我现在真的不是全职 UP 主，因为我的数据啊什么的实在是没办法支撑我成为一个全职 UP 主啊。然后很多人跑过来私信跟我说，想要快一点更新，我看不到你的视频，我好着急啊什么的。如果你想要快一点看到这个 UP 主的视频，你多投币多点赞，永远比发私信要更加有效的多。下一题是生活开销2个人是怎么支出的？其实生活开销这一方面，因为我们一直从在一起开始就一直都是同居，基本上他的支出会多一些，因为他赚的也是我的好几倍，所以像房租啊，然后吃饭啊这些大头基本上都是他出。但是如果我们出去旅游啊，机票啊，还是酒店啊那些什么的，我们还是各出各这个样子，因为我也不想就是完全靠着一个人去养了。下一题，没有想到什么问题，就祝你们天天开心好了。谢谢谢谢，那就在这里也祝已经投币了的朋友天天开心。下一题，你们2个人走下路谁 AD 谁辅助？
其实我们俩刚好都是打 AD 的，但是他是不打辅助的，因为他是网页。不是只是辅助太难了，对我来说。所以一般就是我打辅助了。下一题，说日语很好听。恭喜你们有一个粉丝。質問ではないですが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下一题，怎么保持新鲜感？感觉你们俩都挺黏对方的。这个我觉得之前其实也有讲过，新鲜感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能提供的能量远远没有那种相处了很久的那种默契的感觉，以及那种踏实的感觉能够给你带来的能量更多。我觉得要在一起久了，真的，你跟他待在一起，心里面踏不踏实，以及你们两个做事情够不够有默契，才是决定你们能不能够走下去的，绝对不是靠新鲜感，好吧？然后这人还问对方有啥缺点，忘信道，爱生气。好了，50多个问题就已经回答完了，完了还挺快的。那总之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收集来的问题了，不知道大家看了还满意吗？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